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新杂志大片被恶意评论，品牌方强势回应为杨紫辩护。6月9日，一组杨紫的新杂志大片新鲜出炉，让粉丝们眼前一亮，但并没有让大家满意。在这组照片的评论区，部分网友的恶意评论引发了品牌方的回应。据了解，杨紫在这组写真中尝试了多种造型，展现了多变的一面。不过，也有部分网友并没有因此给予肯定，反而发表了一些恶意评论。有人质疑杨紫的演技和形象，甚至有人直接调侃她门槛真低。这些言论引起了粉丝和路人的不满，一时间引发广泛讨论。品牌方没有理会这些恶意评论，而是直接在评论区做出回应，指责这些评论者没有信心。品牌方表示，他们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，可以随意诋毁别人的努力和努力。这件事在娱乐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有网友认为，品牌方的回应非常贴切，彰显了正义感和维护杨紫的态度。还有网友认为，品牌方过于在意评论区的评价，甚至大做文章。不过，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品牌方的做法，认为恶意评论不能容忍。对于杨紫来说，这件事对她并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她还在不断尝试新的造型和角色，以展现自己的多面性。作为演员，杨紫的演技和形象一直备受关注，但她依然能够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，不断前行。总的来说，虽然这件事引起了一些争议，但也彰显了娱乐圈正义和良知的力量。品牌方的回应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，也给那些恶意评论者敲响了警钟。对于杨紫来说，这件事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，她还在继续前行和尝试。杨紫翻唱引发争议，杂志社负责人不知道哪来的自信，工作室应该告黑。说起杨紫，没有网友不认识她。她不仅以童星身份出道，近年来还出演了多部热播影视剧。比如大家喜欢看的影视剧有《花非花雾非雾》、《长沙之战》、《秧歌》、《灵魂摆渡2》、《欢乐颂》、《青云志》、《青云志2》、《龙珠无间道》、《欢乐颂2》、《白蛇传》、《香蜜》、《沉沉烬如霜》、《亲爱的挚爱》、《烈火英雄》、《青簪行》、《赤狐书生》、女心理学家余生请指教。她主演的有《长相思》和《沉香如屑》。入围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，入围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最喜爱女演员，第8届中国大学生最具魅力大学生女演员电视节。她还被南都娱乐周刊评为90后4大年轻女演员之一。照片中的她一身黑衣挺拔，多种色彩元素叠加，镂空上衣，时尚表现力十足。照片中，她身着黑色纱裙，趴在地上，白皙美肌，四肢修长，白皙透亮，毛茸茸的，少女感十足，十分妩媚。照片中，她身穿黄色镂空上衣，长发披肩，闭目坐在黄色椅子上，姿态十分妩媚，手指修长，玉臂分外惹眼。照片中，她戴着眼镜，直视镜头，眼神深邃妩媚，性感的锁骨吸人眼球。照片中，她身穿镂空上衣，雪白的手放在唇边。她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表现力十足，身姿十分撩人。照片中的她身着金色长裙，身材超好，修长的美腿逆天。照片中，她身穿橙色连衣裙，躺在沙发上，眼神迷离，表情丰富。粉丝看到这组封面照纷纷表示，黑龙直太美了，新造型还是美。也有粉丝表示，每次杨紫最新杂志的封面都好看。有网友表示，同龄人，我们越来越老，而你们越来越年轻。出乎粉丝意料的是，这些封面照引来了一波差评。有网友表示门槛太低了，也有网友觉得封面缺乏创意和摄影水平。随后，杂志社正式回应了此事，并表示不太清楚你来自哪里。粉丝们看到这条回复，纷纷给官方点赞，认为评价一个方面应该以专业知识和客观标准为准，而不是胡乱恶意批评。随后，杨紫的工作室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，并表示：“朋友，你值得美，我们应该黑，放轻松，一切都在进行中。”02孟中海进入剧情高潮阶段，肖战哭成神。一经播出，就受到了各方的热烈关注。因开播率低而一向被称为1年中最冷的时期的6月，收获了难得的人气和口碑双赢。
视力报告卡。作为节目的男主，肖战备受关注，因为他也有着顶级流量明星的身份。他饰演的北京四合院少年肖春生，以9.23的高分登顶人物指数榜，创下2023年榜单新高，并继续攀升。有评论说，《梦中的大海》是背景最亮的年代剧。它以不追求血腥情节的叙事手法，轻快自然的拍摄风格，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。不悲观、不消极地记录沉重的生活，迅速俘获了观众，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。剧中所传达的昂扬向上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，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共鸣。近日，随着剧情的逐步推进，故事进入重大转折，扣人心弦的剧情跌宕起伏。英雄肖春生为救战友兼兄弟叶国华，在战斗中踩到地雷，他受了重伤，不得不离开他最喜欢的军营。而此后不久，他就收到了女友和红玲的分手通知。激烈的戏剧冲突让网络上的讨论度飙升，一时间，观众热烈讨论剧情，分析人物发帖，几乎刷遍了各大平台的屏幕。观众强烈的讨论欲望通常来自于演员对角色的透彻诠释。好的演员能够最大程度地把观众带入剧情和故事之中，让他们忘我，让他们沉浸其中。而当剧情发展到核心时刻，人物遭遇人生重大变故时，能否准确传达出他们内心世界丰富的情感，是一部剧集成败的关键，也对剧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演员的演技。作为青年演员，肖战在这部剧的重要转折点贡献了令人瞩目的亮点演技，观众纷纷称赞他太棒了 ，hold 住了。肖春生和童小梅在受伤回京的火车上交谈，也正是这一幕让观众对肖战的演技赞叹不已。肖春生一个人坐在火车上，默默地疗伤，低着头，想把最无助、最脆弱的一面藏在帽檐下。机械地将橘子往嘴里塞，双手仿佛会说话，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透露着他此刻内心濒临崩溃的恐慌、抽筋和压力。而当小美听到"你不是废物，你是英雄"这4个字的时候，肖春生心里一直紧绷着的什么东西，仿佛一下子就碎了。与此同时，镜头移到了他的手上，一个小橘子被他反复地紧紧攥着，手被青筋暴起。看得出来，此刻的他是在竭尽全力地承受着悲伤，整个人都在颤抖。这一幕真的很感人。肖战含着泪抬起眼的那一刻，观众心中的一根弦仿佛砰的一声被拨断了。不少人直接破防，然后泪流满面。在哭之前，人类会不由自主地先笑，这是人类微表情中一个很特殊但又很常见的点。但是很多演员都没有察觉，结果突然就哭了。肖战从笑到哭的过渡可以说是非常自然，也因此特别具有感染力。说是教科书式的解读也不为过。其实肖战在他的另一部作品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中也演过这种从笑到哭的表演，但是经过对比发现，两者的表演既有细微的差别，也有显着的差别。而肖春生是一个情绪比较明显的人，先是咧嘴一笑，下一秒就迅速转为哭泣。不管是笑还是哭，都比顾威强。同样是哭戏，两个性格和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物，通过不同的表达手法跳出来。相比之下，让人不禁感慨，都说肖战演戏讲究细节，千面，素有露脸之称，真是当之无愧姓名。一直以来，很多人都对流量明星抱有偏见，对肖战的演技不够了解。其实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，肖战是靠演技成名的。也正是因为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魏无羡，让他成为了大明星。成名之后，肖战并没有停下钻研演技和提升自己的脚步。在流量巨大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把时间花在频频综艺等可以刷脸变现流量的事情上，而是转身登上冷门剧的舞台，表演3年来。肖战在剧中的角色是中国舞台厅作品《如梦似幻》中的5号病人。该剧时长8小时，5号病人是核心人物之一，台词数万。众多专业人士到场观剧，纷纷毫不犹豫给出好评。肖战用自己的才华赋予了5号病人新的意义。在肖战的推测下，1号病人5在电影院排队买票的时候，影子就像一个普通人在我们身后。这是一种极为难得的表演水平，平凡而真诚，自然而不张扬，能直达观众的真实生活和内心。
一鸣封神梦中的海的剧情刚刚迎来第一个小高潮，肖战饰演的肖春生就已经收获了强烈的观众共鸣，也让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放下流量滤镜镜子，看到肖战和剧中众多青年演员的真诚、勤奋、才华。凡是能被观众喜欢的角色，都会元气满满，贡献出越来越多这样的角色，是肖战和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演员进入演艺事业的初衷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